3日之后，风雪楼是天启城南的大酒楼，听说里面的蒸鱼很好吃。神医自然是要一同前去的。我又不是你们暗河的人，你们两方谈事，我去做什么？你去吃鱼啊？哦，对哦，那我也要去。可此次应是密会才对，为何会约我们去酒楼之中？或许因为他是琅琊王，是这天启城中最有权势的人，这便是他的底气。看来我们要在天启城中住下来喽。3日之后才邀请我们去赴宴，可医馆后日就要开业了。那便先开医馆，再去赴宴，这样我们也算在天启城中拥有了一个身份。鹤羽药庄天启分庄，后日开业，需不需要我啊？不需要。许久不见了，大皇子殿下，我想要看一看先生所说的那位近乎完美的金身药人。如君所愿。旨。大胆！好。叶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无妨。殿下觉得如何？不似之前的那些药人一般呆滞木讷，这位金身药人很灵活，而且方才那一拳的威力，天境高手，并非普通的天境高手。大皇子身边最厉害的高手是谁？你为何忽然问这个问题？我想必然是一位功力不凡的天境高手。若是方便，殿下可以让他与我这位金身药人一战，我有信心，得胜的必然是我这位金身药人。这个金身药人的功力，可能到神游玄境。殿下的要求还真是苛刻呀。我们要对付的人是琅琊王，他的身边拥有4大守护，每一个都是骁有天境的高手。所以叶押先生，我期待一个更加完美的金身药人。叶押必不负所托。师父，方才那一拳您看到了吗？叶押所说，是否虚言？那具药人的本体是唐门下任老太爷唐灵皇，那具药人的实力，应当是摸到了大逍遥境的门槛。距离如今的我，应当还有一步之遥。原来如此。师父，以你们2人合力，是否能够杀死琅琊王？庸儿，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死琅琊王吗？他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大的阻碍。就算琅琊王死了，陛下最看重的仍是6皇子萧楚河，这一点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我们要做的是让陛下不再信任琅琊王，同时也将不再信任和琅琊王无比亲密的萧楚河。只有那样，将来那份龙峰卷轴上写着的名字，才会是你。师徒儿心齐了。今夜晚些回宫吧。秋水小筑中，我帮你约了一位贵客，你同他一起饮杯酒，再回宫。贵客？
什么样的客人，值得师傅您说一个贵字？暗河如今的主人，大家长苏昌河。这下事情可就变得有趣了。在看什么？人间。我这个暗河的恶鬼，来看一看人间。长河，你好像比以前更有烟火气了。烟火气？哼，那还是没有。若是沾染上了，也是与你和神医待久了。我只是看着这车水马龙的闹市，就禁不住的在想：平凡的过一生，有意思吗？没有江湖的恩怨杀伐，没有朝堂的算计风云，平平凡凡、柴米油盐的掰扯着几个童子，日复一日的活着。有意思的。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这样安稳一生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其实已经是一种奢望了。我们不也为了让暗河能够重新站在阳光之下，再争取一线生机吗？让暗河的子弟，不止你我，都能选择不同的活法，而不只是他人的刀刃，暗夜的行者。至于今后怎么活，怎么过，那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若有选择，长河，你会如何？没有如果，即便没有选择，我也会杀出另一条路。来，咱这边请，我马上带你们看的宅子啊，冬暖夏凉，人来人往，满足你们既想开门迎客，又想自己居住的两重标准。我曾经的2任客人住在这里都发大财了，我相信你们夫妇也一定可以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不是夫妇，只是一起开药铺的东家。我懂，你们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，远来天启开药铺，只是东家，我可不信，你们定是从哪个大户人家偷了银两，私奔出来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嘴很严的。看起来可不太像。来，请。请。来，看看这宅子怎么样？这宅子倒是还不错，是挺僻静的，就是不知道生意会不会不好。医馆生意好不好，那不得看白神医你吗？神医医术如何？天下前5吧。那前4在何处？应当都不在这天启城中。我们的医馆开在此处，还是不够偏僻啊。真能吹。多少银子1个月？啊，月租？我们这儿不能月租，只能年租。你们大老远跑天启城开药铺，只租1个月？能半年吗？应该是待不了那么久的。是啊，我也不是很喜欢这北城的气候，还是要回南安城。而且这里的桂花糕也不好吃，要不我们算了吧。半年，那行吧。半年的话，白银200两。这么贵啊？
这可是天启城，天下最繁华之处。200两，良心价了。这是良心价吗？不，你什么？200两？就这破地方？哎去，苏公子，你怎么找了这么一处破院子呀？走走，跟我走。我在齐河坊中有一处大宅，那足足有10个人宅子这么大，里面有奴仆80，饮食起居样样不愁。你直接去住，住的舒服了送你别室。若是住的不舒服，喜欢安静些，我在近郊还有一处山庄，足足有30个这宅子那么大，里面还有猎场呢。走，我带你瞧瞧去。多谢二爷好爷，不必了，这宅子挺好的。我们来此处开医馆，若是宅子太大了，反而不太方便，还是要平易近人些。若是病人看着那院门都畏惧不敢进门，倒是更麻烦了。有理，那就此处吧。你是哪处的庄宅衙人啊？在下见过，托二爷，我是无碍无污的庄宅衙人。太像没听说过。这位是我朋友。哦，便宜些啊，那就多少2两银子。1两银子。没错，主要是想跟二爷交个朋友。就这么点银子，想跟我交朋友？不是二爷，这是便宜你了。明日找些人来，帮我朋友把这房子整修一下啊。哎，苏公子，你们想几日后开门迎客呀？3日之后吧。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多找些人来。好，那在下现在就去办。苏公子，你忽然回到这天启城中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攀关系。哦，攀谁的关系？琅琊王。那可真是人中龙凤啊！来，苏公子，你们暗河找琅琊王做什么？是不是准备要干一票大的？大的有多大？比如造反。造反？哎，我能参与吗？不能。啊，那太可惜了。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来造反的。那你们找琅琊王做什么？琅琊王在你们心里是会造反的人吗？以前不是的，但现如今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有何不一样？最近这天启城中传言纷纷，说是琅琊王当年撕毁的龙凤卷轴中写的是他的名字。谁敢在天启城中散布这样的谣言？说的就是琅琊王当年领兵打到了太安殿，从先皇手中拿到了龙凤卷轴，随后便宣布先皇传位萧若锦，也就是如今的明德帝。但你要知道，这龙凤卷轴向来是有2封的，一封在当年的太安殿外直接就被琅琊王给撕毁了，而另一封原本应当由传信太监送到钦天监，而钦天监并没有拿到，这个太监也消失了。这个传言其实一直都有，如果那卷轴中写的是萧若锦的名字，那琅琊王还把他撕回来做什么？不过就是因为当时他重兵在手，谁敢说一个不字，甚至活不过那天晚上。后来没有人敢提起的原因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次，谣言再起，定然有人刻意为之。那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觉得就是琅琊王他自己。如今他3平男爵，战功赫赫，已是北离军武的第1人，威名直逼北离的开国皇帝天武帝萧绎。而且他麾下的大军也早已蠢蠢欲动，很想直接用他为帝。哎呀，或许当年的琅琊王很想一心辅佐自己的兄长，可这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在那高处站得久了，也会寂寞。毕竟，谁还不想站得更高点儿？就好比这涂二爷，也想当涂大爷。本神医，你这是妄言啊！你这绝对的是妄言。开个玩笑嘛。看来我猜的没错。苏公子猜到了什么？我们在四怀城和唐门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。虽然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，但我们发现他们似乎有着很大的图谋。结合方才你给我们的消息，
他们的图谋应该就是对付琅琊王。多谢徒儿爷了。哎，苏公子在这天启城当中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派人到千金台唤我便是。徒儿爷想和暗河成为朋友，这也算攀关系吗？我与苏公子一见如故，这是真朋友，不是攀关系。你知道的，我在这虚假的天启城中活得久了，对于那种一见如故的心动，反而格外珍惜。更何况，苏公子与我还有救命之恩呢。在哪里一见如故啊？嘿，自然是在教坊，满堂醉客啊，只有我与苏公子坐怀不乱。哈哈。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研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研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，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就打回去，别人要杀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研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林，你呢？
哎，又走神了啊！子令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，每一个穆家子弟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未歇，坠落命运的碎屑。雨未歇，展示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几句淋漓一声追月。心底的积雪覆盖的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，无药可救。竹难灭，渺小结痂的结。当年史无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墨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知道？连为那个曹老头说的那一句话都没有，暗河没有意义，墨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。只要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呀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抓住他们！看来他们比我们想的来得更快。那我们就帮助宇哥，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走。我们要不进去吧？还是等待昌河信号吧。他说，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会传令我们进去。他们就是笨，何必进去刀刀见血呢？你的牵出阵，再配合上我研制的奇毒，对付这帮淫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小神医这是着急了。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们兄弟2人联手，就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呀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
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3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昌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若非我们3人合力，亦必丧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得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，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们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3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3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，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哼！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哎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3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4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
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，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小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啊！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。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长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宋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
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校长，我们立刻回暗河，赵木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暗河，苏、木、谢，你
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
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
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的是真的生意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 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，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。 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，医者白鹤怀见过暗河大家长，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。 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傅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 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无心算了。 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 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时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
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派人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 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要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郎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。 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。 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 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。 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。 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细点意思的嘛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。 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。 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。
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久，而你申为魁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图安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